2023年12月25日，正值西历圣诞节的新北市，欢乐的节日气氛还在国中校园里弥漫四溢。直至当天中午快要午餐的时候，就读于新北市某国中3年级的杨同学似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还和往常一样忙着和自己的同学一起午饭。只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天下午他就被紧急送至新北市亚东医院。期间，杨同学被医生紧急装上了体外膜氧盒。虽然亚东医院的医生在手术室里对杨同学进行了紧急抢救，杨同学也一度恢复了生命迹象，但很遗憾，10几个小时以后，2023年12月26日晚间，杨同学被宣告不治。次日一大早，也就是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12月27日，新北市教育局证实杨同学已经离世。特别是在这样一个选举气氛达到顶峰的时间节点里，杨同学的离世似乎也被台湾各界有意或无意的放到了显微镜下，不断的被放大和重提。是什么导致了杨同学的离世？被法律明令管制的危险品为何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本应安全无虞的校园里？本应在校园里快乐向学的国3少年，为何和2大黑帮帮派扯上关系，引得黑帮老大急发声明，连忙祭出永久封杀令，生怕和自己扯上关系。正值风口浪尖上的3大候选人到底都说了些什么？为何民众并不买账？少年事件处理法为何又被质疑？它到底保护的是被害人还是加害者？又是谁剥夺了校园老师的合理管教权？令人愤怒的真相，无法回头的飞行少年。鼓励大象马上开始。还容许学校的老师在附近引进执行本，今天白天。这次刚刚发生的新北国3少年悲剧事件情节并不复杂。2023年12月25日中午午餐时间，同是国3学生的林姓女同学前往被害人杨同学的班上去找另一名女同学聊天。期间，作为班干部的被害人杨同学因为林姓女同学不是班上的学生为由，要求林同学离开班级。或许此时的杨同学只是一个玩笑，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我们上学的时候也会经常发生，没有人会把这样的事情当成一回事。试想一下，如果当时的林同学撒娇似的回应杨同学一句“知道了，我和朋友说几句话就回去的了”，或许这一切也就不会发生。但事实很难有如果。林姓女同学偏偏是个不服软的主，转身就气嘟嘟的离开了事发班级，心生不满的回到班里，找上了自己的干哥哥郭姓男同学。郭同学又拉着其他班级里的几个同学前去助阵，浩浩荡荡的一行人在杨同学的班里与之发生口角，互不相让的双方最后演变成肢体冲突。过程中，郭同学拿出事先藏好的弹簧刀攻击了杨同学，造成10余处的伤口。按照事后检警的说法，刀刀致命。根据事发学校校长事后对媒体的说法，事发时正是学生们午餐的时间，当时就有事发班级的老师待在教室里，但没有想到的是，犯案的郭同学会突然拿出凶器进行攻击，教室里的老师也来不及阻止。从郭同学一行人进入教室到悲剧发生，也就几分钟的时间，但造成的结果却非常的恶劣与严重。杨同学的颈部、头部及胸部等部位连中数刀。根据当时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医护人员及员警证实，事发现场的杨同学当场就没了呼吸，送医途中的救护车上，医生就使用了叶克膜抢救。虽然一度恢复了呼吸心跳，但很遗憾，惊心动魄的1天抢救之后，杨同学还是离开了我们。台湾血液基金会执行长魏生堂曾在2024年1月8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被害国中生送医时，亚东医院就向台北捐血中心紧急调配了总计6万 cc 近300袋的配型血液。由于杨同学当时失血过多，医生需要对受伤的气脏边缝合边输血，尽管如此，也没能从死神的手里抢回这条宝贵的年轻生命。此次事件之所以会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事发时当时就有老师待在教室里，全班的同学和那位老师亲身经历了整个事发过程。有人说，为何老师不挺身而出保护学生？冲突发生前，郭同学一行人肯定与杨同学发生过严重的口角冲突，如此严重的吵闹声，难道当时教室里的老师不会出言阻止的吗？
但事实是，直到悲剧的发生，我们从校长对外的发言中只能得知这位老师因事发太过突然，没能来得及阻止。至于网友们的怀疑，很多国中老师面对此类事件大都不敢出言阻止，生怕引火上身的说法，虽然无法证实，但从近年来发生的相关的事件来看，也不难推测。另一个颇具争议的事实是，涉案郭同学行凶时的弹簧刀长期被郭同学携藏于书包之中，为何无人发现与制止？事实上，根据台湾地区现行的学生携带危险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学校老师及校园管理人员有权对学生在校期间携带的物品加以查证，以便保护在校师生的生命安全。但现实的情况是，这个所谓的学生携带危险品管理办法在实施过程中却是窒碍难行。如果学校的老师怀疑且要求搜查询问学生是否携带违禁物品，就有可能遭到学生家长的投诉，就连纠正、罚站、罚写都会被投诉，甚至被扭曲为霸凌。久而久之，学校里的老师也就变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事不再管，或者说不敢管。或许这也就很好的解释了当时教室里就有老师在场，但也没能阻止悲剧事件发生的原因所在了。另外，根据事后新北市教育局副局长刘明超的说法，涉案学校第一时间完成了通报，并为相关班级师生启动心理干预及预防机制。只是社会大众对此似乎并不买账，因为涉案的郭同学似乎并没有因为他的冲动行为造成的恶果感到丝毫的悔意。有网友发现，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照片显示，他在新北第一院的门口打卡毕业。评论区的留言也显示，他的好朋友纷纷替他加油打气，所述内容甚为嚣张。根据台湾中天新闻的报道，事发第二日上午，新北地院少年法庭依法裁定，涉嫌行凶的郭姓男同学交由少年关护所收容代办，涉嫌教唆的林姓女同学则责付监护人带回看管。此裁定一出，台湾社会一片哗然。有网友甚至坦言，涉案的郭同学真的会因为上了法院被判刑、被收容而感到害怕吗？他觉得这就是个笑话。这位网友的担心并不多余。涉案郭同学的社媒显示，他在现身新北少年法庭当日，他和他的朋友就拍下了比出胜利手势的照片，大喊报道。打卡板桥地方法院的同时，他的朋友则一个个的站出来挺他，甚至写下说好一起的，你怎么比我还早进去了等等。律师陈安宇坦言，新北少年法庭就在板桥，与家事法庭在同一个地方。他每次开庭家事案件时，经常看到法庭的门口有成群结队的未成年人聚集抽烟，甚至一些剃着寸头的刺青少年被宾士车载来开庭和上课。而这些少年开庭时几乎没有父母陪同，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不良分子带着他们开庭，其后再整批带回。事实上，涉案国3少年郭同学，他一直对外宣称自己是天道盟和华商会的一份子。City One 的报道指出，命案发生后，上述2大黑帮的大哥很快在江湖上放出封杀令，无限期禁止旗下将干哥郭同学收作成员，以免被检警抄缴而受池鱼之殃。但在查看相关资料的时候，有一点让我大感意外。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的相关规定，由于涉案人员都是未成年犯案，即使未来少年法庭裁定郭同学和林同学有罪，需要背送少管所服刑，但当其刑满释放后，他们未来不会被记录任何前科注记。是的，朋友们，你没听错。换句话说，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的相关规定，即使进入郭同学因冲动致使杨同学命丧，他未来人生的档案里不会留有任何污点，只因他是个未成年。这也很好的解释了郭同学为何如此嚣张。从2023年3月因案刚入少护所，直到5月份刚走出少护所，仅仅过去不到7个月的时间里，12月5日圣诞节当日就犯下此案。援引一评新闻网的报道，廖芳仙律师分析说，成年人杀人罪的最低刑度是10年，但案件中男同学属未成年人，势必会轻判轻罚，最轻可能只判5年徒刑。假设最后真的重判，郭同学也只会被判无期徒刑。但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的相关规定，郭姓男同学只要服刑约7年，他就能申请假释出狱。关于另外一位涉嫌教唆的林姓女同学，假设最后被认定为教唆犯，即使重判5年
年便可出狱。如若少年法院并没有认定其教唆杀害，只是伤害或要求被教训被害人，那他极有可能会被获判无罪，当庭释放。根据知名律师八毛近日在脸书分析说，虽然说犯少年属未成年人，但被害的杨姓少年也是他们的同龄人，也很年轻。他的未来如果不遇此劫，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今遭遇此劫，无法继续人生之路，犯罪者的父母将要面临天价的民事赔偿，可能要赔到脱裤子了。八毛律师坦言，少年事件处理法的精神是希望保护未成年人在不更世事的时候犯了错还有重新来过的机会。但以八毛律师从业以来的务实经验而言，很多少年犯进去服刑跟感化就是去练苦，出来不是改过向上，而是变得更加大尾，收小弟，变成恶性循环。此次事件的发展走向似乎也让人有些心寒。前日有网友翻出涉案教唆行凶的林姓女同学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声称我又没有教唆人家，又没有错，到底你们在什么？似乎对于杨同学的离世并无悔意，一票网友被其惹怒，纷纷在其动态处留言声讨。不仅如此，根据《镜周刊》的报道，就在新北少年法庭裁定将其责付家人的当天，林姓女同学回家后多次呛声网友，直言自己是未成年，未成年法律就会保护我。她甚至联系当天在场目击的同学，指导他们应该如何应答调查，涉嫌串供。新北警方获得相关证人提供的截图后，依据《少年事件处理法》的相关规定，向少年法庭申请核发同行书，强制干妹林同学到案说明。但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是，申请材料却被少年法庭当即否决。即使新北警方依据《少年事件处理法》第18之7条的规定再度申请，但仍被少年法庭全数驳回。面对郭姓男同学与林姓女同学的种种出格行为，民众的怒火逐渐被其点燃，甚至有网红大 V 开始呛声，扬言要租广告车公开凶嫌照片，甚至炮轰新北少年法庭的法官摆烂不作为。之所以一时之间怨声四起，这与新北地院发布的一条新闻稿有着重要的关系。国三生死亡消息曝光后，引起社会各界热烈讨论，还有人肉搜出涉案的干哥照片及其相关资料，并在各大社交媒体疯狂传播。2023年12月28日，事发第3日，新北地院即对外发布声明，呼吁社群媒体即刻下架涉嫌少年之记事、照片等资料，并提到任何人不得于媒体、信息或以其他公示方式公开揭示有关少年保护事件或少年刑事案件之记事或照片，传阅者有该项资料足以知悉，其人将会为该保护事件受调查、审理之少年或该刑事案件之被告。新北地院还特别点名 Dcard、PTT 等社群媒体都有登载涉案少年之记事、照片等资料，违反上开规定，呼吁立刻下架上开资料，并请民众勿再转传，以免处罚，并吁请资通主管机关正视此一问题，以服法治。卫生福利部保护服司司长张秀渊告诉中央社记者，违者可依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护法103条，可由主管机关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并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者得按次处罚。面对新北地院的申请，痛失爱子的杨姓男同学的父母于事发9日后发布公开声明，提出3点声明、4点呼吁，其中包括反对废死，认为只有严刑才能真正遏制遗憾再次发生。被害人杨同学父母的声明明确指出，作为被害人的家属，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废死。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们绝不相信穷恶极恶之徒会有教化之可能。如果有，为何社会案件层出不穷？我们一时的慈悲之心只会让少数人为所欲为，有恃无恐，反而伤害一般大众的权益。杨同学的父母沉痛哀言，为人父母，我们给孩子最后的承诺是会尽全力督促司法能公正、公平、公开方式审理，涉嫌教唆者和杀人者都应该受到该有的法律制裁。
上述有提，本案中涉嫌故意伤害他人的郭姓少年，过去曾因行凶事件前往少年抚育院接受感化教育，但在其走出关护所短短7个月的时间，就发生了致人伤亡的案件。是什么导致了这一严重后果？感化教育的结果，在这位飞行少年的身上，为何没有发生应有的正向效果？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国小国中的少年孩子们所处的社会安全网本身就存有严重的安全漏洞？监察委员叶大华就曾明言，郭姓少年自少年关护所回归社会的时候，依法后续应有转衔辅导措施，用于追踪和安保其复归社会的健康状态。叶委员这里所说的健康状态，不仅仅包括其身体方面的健康状况，还应包括郭同学的心理安全健康状态。很明显，1215悲剧事件的发生，就进一步验证了从郭同学在少管所内的状况到后续转衔的机制存有严重的安全漏洞。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可能性，少管所的孩子们在走出感化教育机构前，学校主管机关的代表、校长与家长代表是否应召开转衔及复学辅导会议？后续上述各方是否需要通力合作，持续追踪涉事孩子的心理活动以及健康状态？如若涉事各方没能紧密互通，涉案少年在复学、转学和升学的辅导转衔期间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和疏漏，就有可能导致悲剧事件的发生。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郭同学自2023年5月份走出关护所至整个复归社会及校园的过程，似乎并无任何一个上述转衔机制在运行。即使少年事件处理法里本身就有相关规定的实施，但很遗憾，涉案的飞行少年很轻易的就穿行了现行法律的漏洞。本次悲剧事件的另一个争议点还在于飞行少年行凶时的凶器为何未被及时发现。关于这一点，被害学生的父母在公开声明中也有重申，现行校园安全及学生辅导制度的漏洞，应赋予学校及老师适当且有效的管教手段及措施，让学生不用心惊胆战、担惊受怕，可以日日平安而归。但非常令人苦恼的现实是，现在的台湾社会，很多老师与带刀学生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多数的老师都不知道如何处理才是最为妥善和正确的事情，久而久之就练就了一身置之不理的保命本能。老师不敢管，法律有漏洞，学生要自由，悲剧因何又不会发生呢？事件发生后，正值风口浪尖的3大候选人纷纷下场表达政见。柯 P 在默哀9秒后强调，每次事后媒体报道，但事过境迁又没下文，社会需要预防胜于治疗的机制。赖宝则声明，未来他将积极落实社会安全网的2.0，普及预防，及早介入。面对赖宝的声明，部分民众并不买账，反呛声称，所谓社会安全网2.0不是蔡小姐的事情吗？赖宝，你应该升级到3.0了，你这是没睡醒吗？侯友宜的证言直指校园霸凌，甚至扬言参照日韩修法严管。似乎民众面对政治人物的言论已是见怪不怪，更有网友明言，参选时说的天花乱坠，选上后绝口不提。政治人物的嘴都是骗人的鬼啊！节目最后，我们来聊一聊 Face 联盟这个团体。每次出现此类事件，网友们都会习惯性的跑到对方的社群底下群起灌爆。Face 联盟也都会不张不慌的再把他们的观点整理声明一番。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几千年来普通老百姓最朴素的夙愿。为什么多数民众并不支持废除死刑？我的理解就是，法律是道德的最后底线，死刑它原本就是法律的最后一道红线。如果死刑这条红线被废，道德沦丧，失智社会也就不会再远。Face 联盟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以暴不能止暴”。是的，我并不否认这句话的正确性，以暴是不能止暴，但我们要的不仅仅是止暴，而是要让校园暴力就此绝迹。当然，这是个很傻很天真的愿望，但原本就是纯洁无瑕的中学校园里，本不就应该是个既天真又安全的环境吗？如果这些本应该天真无邪的孩子们都缺少了对死刑或者说是人命最起码的敬畏， Face 联盟的宝宝们，你们真的会觉得这个社会会变得更加美好吗？更何况整个社会还有诸如少年事件处理法此类的少年保护性的法律，为他们的免死金牌保驾护航。
去年的最后一期节目，咱们讲述了一个中国大陆籍女子因在新加坡中央医院口嗨一句脏话，就被新加坡法院被判入狱的事件。少部分的网友说新加坡的法律太过严苛，但没有一个人会说新加坡是个不讲文明的国家。即使发达如新加坡，他们不仅保有死刑，他们还有让人望而生畏的鞭刑。而这一切与文明和发达程度无关，与国民的生命尊严却息息相关。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新年新气象，新年更康乐。